那在我们接下来呢还站着的时候呢，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3章1到6节这个故事。请。摩西为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放羊。一天，他领着羊群穿越旷野，来到上帝的山何烈山。忽然有耶和华的天使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摩西看见荆棘虽然在燃烧，却没有被烧毁。摩西想，我要过去看这个奇异的景象，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掉呢？耶和华上帝见他要上前观看，就从荆棘丛中呼唤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上帝说：“别再靠近，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祖先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害怕看上帝，就把脸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因着你的同在，我们献上感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敞开心，来让圣灵亲自在每个人心里面动工。我相信今天要有人亲身来见证，也经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请坐，请坐。你知道我在前几个月呢，我还在放产假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到别的教会，然后呢，我和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我女儿 Nora， 然后我们一起去到别的教会。那刚好呢，那个教会那天是有一位特会级的讲员，然后那位讲员呢是非常有恩膏的，然后呢他就来到台湾，然后来讲道。然后那一天呢，在讲道要结束之前，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你们可以全家人一起到前面给他祷告祝福啊。”我就很棒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想要去。可是当那时候要祷告之前呢，他们的服侍伙伴就开始稀稀疏疏说：“应该会有人倒下来啊，人家在后面接啊。”然后这时候我先生瑞他就抱着我女儿 Nora， 他就看着我说：“我不能倒哦，因为我抱着小孩哦，我不能倒哦。”然后我就跟瑞说：“放心啦，我没有倒过啦，我跟你说我不会倒啦，我们不会倒，你放心这样。”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呢，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去过很多特会，然后我看过很多东西，但是呢，每一次只要我到台前，讲员如果说想要按手，然后要用力推我，想要我倒的时候呢，通常我都会更用力顶住他。我就是不愿意倒，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你们有没有遇过有一些牧师他是用力推你的额头想要你倒的那一种，我会觉得 no， 如果是圣灵的工作我应该就要直接倒，你不要碰到我 you know？ 我就是这种个性的人，我很抱歉。然后每一次他更用力，我就更用力顶，就很像 Michael Jackson 的跳舞的动作，我就一直顶他，所以我从来没有倒过。然后那天我就跟我先生说：“不会啦，不会倒啦。”然后呢，我们3个呢，我们一家3口就跟我先生瑞，然后抱着 Nora。然后当牧师过来，他其实真的没有碰到我，他就只是手放在我额头前面，他为我祝福祷告的时候，他一开口，然后就被圣灵充满，我就没有原因的开始哭。然后接下来他讲了几个字之后，我就直接全身身体一软，我就整个脚软倒下去。真的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就记得呢，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躺着的时候，我先生睁大眼睛在看着我。然后呢，我的神志很清楚，我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盯着我看，我很想跟他解释，问题是我动不了，因为有人踩住我的头发，所以我就非常狼狈躺在那边，然后没有办法动。然后等到离开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真的很抱歉，听我解释，因为圣灵要做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吗？对吗？圣灵。所以我说真的，我从小我经历过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可能我有得过一个超自然的医治，不止一次，然后有几次不同的这些神迹奇事的发生，然后最长其实
都是神的话语亲自在医治我、修复我、调整我的生命。然后到一个地步，我就有时候会去想起我以前从来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虽然说我在教会长大，但我其实离开神一段时间，我没有真的认识神。我那段时间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最好的日子其实都比不上我现在在认识神、在跟神相交之后最坏的日子。我发现有神的日子真的好不同，所以我今天的讲道主题也在说我自己的心声，就是没有你我走不下去，没有你我走不下去。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位摩西爷爷，他在8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遇见神，他第一次经历到奇迹的故事。好，这个故事在里面我们刚刚有读到说，摩西他为他的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放羊。有一天他领着羊群穿越旷野，来到上帝的山何烈山。忽然呢，他看到有耶和华的天使在荆棘的火焰里面向他显现。那摩西他看见荆棘虽然在燃烧，却没有被烧毁。摩西就想说，我一定要过去看看这个奇异的景象，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掉呢？那我给你一下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好，前情提要。好，在出埃及记里面呢，那时候讲到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在埃及的奴役之下，那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他受尽了奴役，他们哀叹的声音就传到神的耳中。也就是说，给你一个小提醒，如果你觉得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祷告，你就算是一个叹息，你一个叹气都是祷告，神都听得到，神都了解。OK， 神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神他因为纪念了他就是神还有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所以他怜悯以色列人，所以他才呼召摩西，才会开始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燃烧的荆棘。其实燃烧的荆棘本身并不稀奇哦。我知道各位可能身处在东南亚国家，不太有机会看到燃烧的荆棘，你不太有看到。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讲燃烧的荆棘本身没有很稀奇，可是没有被烧坏的荆棘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给各位科普一下哈，在沙漠当中呢，没有什么东西比荆棘更容易烧，而且一下就烧坏、一下就烧尽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说，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以为是哇，先看到荆棘在燃烧，好奇特哦，才看到神。常常我们以为是这样，可是在这里面，圣经里面顺序其实是摩西他先看到神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在荆棘里面，然后他才看到那个异象。他才看到那个燃烧的荆棘。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先认出神的话，我们不一定能真的看到他的作为。我们如果不是先只认出神的话，我们不一定能够真的看到这是神正在做事情。因为摩西他在旷野当了牧羊人40年哦，他每天这样子出去，一定看到不少的正在燃烧的荆棘被烧尽，正在燃烧被烧尽。所以他看到一个正在燃烧的荆棘，他其实没有什么理由会想要一直盯着看，我看你会不会被烧尽，对不对？他是因为先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在荆棘里面，他才发现到，哇，原来这是一个异象，我一定要上前看这个是什么异象，我要去看这个奇异的景象，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掉呢？那这个荆棘代表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植物代表什么？我带大家来看启示录里面有一段说到，他说启示录9章4节说，他们奉命不得毁坏地上的青草、树木和其他植物，只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OK， 为什么他要提到青草跟树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青草、树木跟其他植物，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带你看诗篇1章1节，一开始他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与罪人为伍，不和嘲讽者同坐，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默诵，这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就像栽在溪畔的树木，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凋零，他必凡事亨通。
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植物的时候，常常都在比喻人，他在比喻我们每一个人。树跟植物比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今天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昼夜思想，那么到了启示录说的那一天，我们就不会被伤害，我们就不会被伤害，因为他们奉命不得毁坏地上的青草树木其他植物。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摩西，他看到荆棘的时候，荆棘其实象征的也是人，它象征的是人。通常大家都会认为说 ，OK， 这个植物呢，这个荆棘呢，就是象征的正在被压迫的以色列人过得像奴隶般的日子，非常的合理，没错。因为神降临在这个旷野，就是要去呼召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人压迫的痛苦里面来拯救出来。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去了解荆棘这个植物哦，你去了解它的时候，它其实并不美好哎。不会有一个男朋友在情人节的时候特别买荆棘送给他的女朋友吧？不会有人在过年或者去别人家的时候，然后想要买一株荆棘去送给其他人，对不对？荆棘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植物，它并不美好，它也不是神一开始创造的美好的东西的其中之一。我跟你解释，荆棘是人在犯罪之后，土地受到咒诅才长出来的东西。不信的话，你看创世纪第3章18节，在亚当一定是因为感冒。亚当，我确定我不是COVID，不要紧张，应该是感冒。亚当、夏娃他们在犯罪之后受到诅咒。OK， 里面说地必给你长出什么？荆棘和棘藜。所以荆棘本身是人犯罪被诅咒之后的成果。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荆棘。这个荆棘就像是我们生命中的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伤口、一些伤害，可能是我们过去受的伤，我们说过的话，很多很多东西。有些人碰到我们的刺，他们就会受伤。我们就是那个长满了刺的荆棘。你去想想，每一根刺，有可能是从我们以前的家庭来的，某一个亲戚对你说了什么话，你的爸妈是怎么看你。每一个刺可能从你的工作来的，你的主管曾经说你是什么，你在什么东西上面觉得非常不满意，非常不开心，有从你的关系来的，甚至你在婚姻当中是一个绝望的感觉，你会觉得我们两个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绝望当中，可能是你生命中的几根刺，有可能是你对自己的失望。你说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符合我自己的期待了。我们在各式各样的事上，每一件事情长了一根刺，一根刺，一根刺。让我们活得够久，我们就像是一捆荆棘一样，我们充满了刺。那当我们又多刺又多毛，成为这样子的植物的时候，会怎么样？很容易着火啊！这样的植物非常容易着火啊。我们变得很易燃，很容易燃烧。当我们越多这些伤害，我们生命中这种刺越多的时候，火就更容易着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火是什么？可能是和人的摩擦、跟人的冲突、不谅解，或是各式各样你对自己的怀疑、害怕、恐惧、无奈和人的误会，这些东西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时候那些火是烧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心里想说：到底什么时候会停啊？我这些刺、这些东西在家里面发生过，已经算了，觉得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到外面，我跟人的关系，然后我在工作，我在职场，我在外面的时候怎么样，就觉得什么时候火才会停？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你觉得你已经尽力了，你觉得你已经熬得够久了，可是你身上的那个火，怎么觉得好像一直不愿意熄灭？你觉得我明明在神应许的呼召里面啊，这是神带领我走的道路啊，可是为什么我的生命就像是荆棘着了火一样？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要被火给吞没了一样。耶和华上帝见他要上前观看，就从荆棘丛中呼唤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他去回应神。你知道，当神叫一个人的名字2次的时候，代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召。OK， 上帝说：“你不要再靠近了，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OK， 圣地，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圣”这个字。
基本上呢，第一次出现的字我们都会注意一下。好，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圣这个字原本意思是分开，被分别出来。好，分开被分别出来，所以圣这个字的原文其实意思就在讲神的属性，神和我们的属性是不同的，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圣地的圣其实意思是属于神的。好，圣这个字就是属于神，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属性是神的属性，让神跟人被分别出来以后呢，这个字去用在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东西上面的时候，代表这个人跟东西已经被分出来归耶和华所有，它是归耶和华所有，或是被他所用。所以呢，这个东西一定是和耶和华有独特的关系，有独特的关系。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使我们和他的圣洁有份。”这句话不是在讲说我们有多圣洁，我们做的有多好，而是我们和他分。可以理解吗？我们和他的圣洁有份，是我们和神分。所以当我们在谈到分别为圣这个概念的时候，不是因为职业所以我们成圣。比如说，不是因为你们是牧师，你是传教士，你比较圣洁。我们不是因为职业所以成圣，我们也不是因为守了一些纪律条例，比如说我守安息日，所以我成圣，不是。也不是因为你守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比如说我不是因为在这里领圣餐，所以我成圣，都不是。OK， 所以成圣那个圣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里面的状态，是我们里面做事的动力，还有我们的动机。我们是不是靠着主而做？我们是不是为主而做？如果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倒垃圾或者是擦地板，这一切我们都是有信心、有圣洁的。我们做的是圣的。OK， 只要我们是被分别出来，我们是属于神的，就是圣的。所以今天我如果带着信心，我在外面刷马桶，那个马桶水喷到我的脸上，全部都是，我依然是圣洁的。你可以理解吗？依然是圣洁无瑕疵的。OK， 所以这个是圣。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原来神居住的地方，我们都以为是电影里面一样，只有一片白光。非常干净的摄影棚，对不对？我们会觉得好像电影里面神就是住在那边，然后一片洁白无瑕，这是我们一直以为。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荆棘在的地方是泥土，是非常肮脏的地方。我们发现神常常在的地方是一个很脏的地方，是我们生命当中不敢去触碰的地方，是你不想要拖鞋碰到它的地方。可是神说，这是圣地，这是属于我的，这是圣地。有没有可能神最常出现的地方，都是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最失落的时候，我们最忧郁的时候，我们最绝望的时候，神喜欢出现在那些最黑暗的地方。神常常在那些黑暗的地方与我们显现，最需要医治的地方都是神会出现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神的属性，了解什么是圣了之后，我们发现常常问题都不是在神会不会显明在我们的黑暗，问题都是出在我在我的最低谷、最黑暗、最失落里面，我们常常会不知道神在哪里啊，我们会感觉不到神，我们看不到神。尤其是你看摩西，他是杀人犯，他已经在外流亡40年了。当他看到神的时候，他一听到他是上帝，他马上遮住脸，因为他心里想的有没有可能是说，他是不是要来审判我的啊？他是不是要把我抓走，因为我杀了人啊？小时候我们都很怕黑，长大之后我们有时候很怕被光照。有时候长大之后，我们很怕被光照，因为我们常常在幽暗的低谷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喜欢交给神我们不一定想要去面对一些东西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看到别人好像有神对你有好多的话，好多的经历，好羡慕我也想要有，我也开始有经历了，有神的话了。可是后来发现，神跟我讲话的时候，好像就是想调整我生命的时候神跟我讲话的时候，好像就是要挑战我的时候神跟我讲话的时候，好像就是要 push 我去面对一些我不想面对事情的时候
然后到一个地步就会觉得，神，我还是跟你保持这个关系就好了，这个距离就可以了，好吗？我们就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这样，你就走那个距离，我可以跟随你，但是你不要太靠近我，会不会？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事情？我们以前是看圣经看不懂不想看，现在是我看太懂了我不想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读一章我看不下去，我一章要分3天才有办法看完。因为当每一句话都扎到我心里面的时候，我知道神在亲自对我说话。我打开来，先不要这样，今天没有心理准备，没关系，我们明天再讲。明天可能没有那么亮光，一打开，不要，没关系，我们明天再看。我需要调试很多我的心情，才有办法读下去。我可以老实跟你们说吗？有时候我们看懂的时候，发现是神他要来调整我们，要来挑战我们，是我们不想去面对，我们会害怕的地方。这是有时候我们害怕被光照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适应，还会有一点想要躲避人群，就觉得说没关系，我这一块先这样子。我知道神要调整，但是我时间还没到，有没有？还想要学耶稣说话，妇人，我时间还没到，还想要学耶稣，对不对？可是根本不是这样用。我们有时候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挣扎，然后接着呢，出埃及记里面。神又说：“我是你祖先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好喜欢他提到雅各，因为他绝对不是我们心里想的那样子圣洁的人，对不对？但他依然说：“雅各，我是雅各的神。”然后呢，摩西害怕看上帝，就把脸蒙起来。耶和华说：“我已经看见我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难，我听见了他们因监工的压迫而发出的呼求，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从埃及人手中救他们，带他们离开那里。”我们有时候会透过这个人住在哪里，环境怎么样来认识这个人。我们曾经在几年前去过中南美洲短宣，然后我们进到一个垃圾场，有许多人住在里面。会住在垃圾场里面的人，基本上他们都是很贫困的、很窘迫、很绝望的。很多人是重病的，有人是重伤的，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我们那时候去看到他们，就是非常非常心疼的。我们会透过这个人住在哪里，去认识这个人的背景可能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刚刚说，常常我们以为神是那位高不可攀，坐在他遥远的大宝座上面的那一位神。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也是那位住在荆棘当中的一位神。经文他说，神下来是要拯救以色列人。问题是神根本不需要下来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不需要下来，因为当时他只是说话就造了天跟地。他下来干嘛？他大可以差派一大班的天使去到埃及打胜仗，领以色列人出来。可是他用了最慢的方法，最没有效率的方法。他下来透过摩西要拯救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用最没有效率的方法？他为什么要用人？人是最慢最慢的。我跟你解释，可能也不用太解释，你可能也很明白。人有软弱嘛，人会抱怨嘛，人会偷懒嘛，人会不信实嘛，人会说到做不到嘛。人是这么的不完美，人有各式各样的不好。可是神还是说，我下来透过你们来救我的百姓。你仔细想想，会觉得神真的是很不目标导向哦。他很不目标导向。你如果真的是要救百姓的话，我刚刚有讲过很多很快的方式，但是有没有可能神是非常目标导向的？他的目标就是我们。他的目标就是人，他要和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好叫我们来依靠他，好叫我们可以依着他和他连接，去完成这些事情。
可我们就像这个荆棘一样，我们是这么的不完美，我们这么多毛多刺，但是神依然与我们同住，他依然和我们同在。那就在这个和神面对面这么神圣的时刻，摩西对上帝说：我是谁啊？我是谁啊？怎么能去见法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我是谁啊？你知道摩西他在40岁以前，他是埃及王子哦，他是可以叱咤风云，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资源，他都做得到。他基本上就是呼风唤雨，有权力到一个地步。甚至当他杀人的时候，他可能心里想着：我可能可以逃过这一劫，可能不会有人看到，可能没有关系。可是再过40年之后，他已经沦落逃亡，变成一位牧羊人，一位可能还太中文要说一名牧羊人，对不对？一名逃犯，对不对？一名牧羊人，然后流亡之后呢，再过了40年。为什么叫做沦落牧羊人？因为当时在埃及的文化里面，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牧羊人这个职位，他们觉得是最卑贱的，是被看不起、被看没有的。堂堂的一个王子变成牧羊人，然后在这40年当中，他把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自信全都磨掉了。所以当摩西他说：我是谁呀？这个自我怀疑，他心里想说，人家说40不惑，对不对？他如果有读孔子的话，可能那时候也还没有孔子。他如果读孔子的话，他会说，人家40不惑，我是40还流亡逃跑，对不对？他心里想说，我在这里当牧羊人40年，我通缉要犯，请问我要怎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当他说我是谁啊的时候，看起来很谦虚，但是有没有可能那也是一个绝望？这也是一个绝望。因为刚刚说了嘛，埃及人最看不起牧羊人。我们有多少人，你也曾经有这样的声音：我是哪根葱啊？我是谁啊？我算什么东西啊？我是谁啊？我怎么可能带团队啊？我是谁啊？我怎么可能站在讲台上啊？我是谁啊？我讲的话谁要听啊？我是谁啊？我怎么可能做出这么有影响力的事情？那不是我要做的。我不知道多少人你在生命当中有过这样子的声音。 OK， 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声音。如果跟我很亲近的人，包括我先生，他很常听到我就是讲这句话，我都会问他：我是谁啊？我是谁啊？我坦白讲，如果今天以永恒的时间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就算你很厉害，活到100岁好了，你在时间的永恒的洪流当中，你就是这么一个小点而已，像灰尘一样吹一下就不见了。神是那位造天造地、亘古到永远的那位神，他看我们，他并不是回答我们说：你还真的不是谁，对不对？我若是神，我可能会回答：对啊，我也觉得你真的不是谁啊，不要太高估你自己。没有神没有这样回答我们。神也不是像一个励志作家，或者是很激励人的 speaker， 然后他也不是说加油，你可以的，我相信你，你办得到的，你做得到的。神也不是这样神也没有说你不是谁，神也没有激励你办得到的。神他只有说什么？他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必与你同在。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当耶利米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说：我年纪太小了。神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当基甸在被神呼召的时候，他说：我是所有支派里面最弱的，我是我们家里面最微不足道的。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当摩西他被呼召的时候，问神说：我是谁啊？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带百姓出埃及之后，你们必在这座山上侍奉我，这将是我派你去的证据。 Amen。 我在几年前，我坦白跟大家说，我们那时候以前在
教会场地在 Omni 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开始要去主持的时候，我要上台主持的时候，我真的好几次，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是在发抖的。我看着下面的人，我是在加冷笋的，加冷笋就是咖喱笋，是不是？背后是会背脊一阵凉，我会在上面突然回过神说，怎么那么多人在看我？然后开始很紧张的。我是非常害怕上台的，甚至在我的相簿当中还有一个照片，就是我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已经上台了，我们已经排练很久了，衣服什么化妆什么全部都弄好了，可是全部人在台上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后台哭，因为我不敢上台，我是很害怕舞台的。然后在那时候有一个教会，他邀请我去分享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记得那一阵子这4个字一直在我脑海中轮播：我是谁啊？我是谁啊？我是谁啊？我从小看过那么多特会，这么多有恩膏的讲员，每一个人都是大咖，每一个人都很厉害，很有恩膏，跟神同行很久。我是谁啊？我在我脑海中就一直轮播，一直轮播。我凭什么啊？我是谁啊？然后在那天要上台之前的那个晚上，当我在跟神独处的那几分钟的时候，神就只有讲一句话，他是讲英文，他说 I'll be with you。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会和你在一起。当那句话一进来的时候，我里面突然一个勇气就长出来，因为今天不是我在说话，今天是神跟我站在一起，所以我更看重的并不是今天是谁站在这里，而是谁和我在一起。我今天知道重点是不是我们是谁，而是重点是谁和我们在一起，谁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如果当我们去顺服那个神的呼召，要去做那个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件事情，每一个去回应神呼召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会发现，那真的是神精心量给他们的，那真的是神量身定制的一个位置。他会发现他们被呼召真的是要来做这个的，对不对？他们会发现有很多其他的角色没有错，但是以前都会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是当你回应的是神的呼召的时候，你会发现天生我材是为此用啊，没有其他更好的角色更适合我了。所以当我们在神的这些同在跟神的对齐当中，我们会得到从神来的权柄。权柄是这样来的，当我们去回应，我们愿意去对齐，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那个权柄。就好像摩西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把那个红海分开，但是当他有神的权柄的时候，他杖举起来，海就分开了。他可以是因为神赐下的权柄，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跟同在之下，神就会帮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有时候阻挡我们的都不是这些问题，阻挡我们的都已经不再是神要不要和我同在，都已经不是我现在面对困难有多大，真正会阻挡我们的通常都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不缺，以至于我们就不需要依靠神了。问题我们就不是那位穷寡妇啊，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比2块钱还要多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说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这个问题不在你有没有钱，重点是我们容易去依靠我们所有的，我们容易去依靠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脉、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聪明。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去依靠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不需要神了。你去想一想，如果今天是38岁的摩西正在意气风发的时候，在呼风唤雨的时候，如果那时候神去呼召他了，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没问题，我是埃及王子，我来为你调度万有。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如果是38岁的摩西会这样子去回应神？因为我们太有能力，太有资源，去依靠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靠神。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今天的主题是没有神我走不下去。可是我们人的问题常常是没有神我还走得很好嘞，没有神我不只是走得下去，我觉得我走得很满意呀。神你就不要来调动我的步伐嘛。人常常的问题是这样，可是问题是今天当我们要去跟神交账的时候，神不会来问你现在有多少资源，你拥有多少财富，你拥有多少人脉。神很简单就问你一句：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做了没有？
我呼召你去做的事，你回应了吗？因为我们今天被拯救，不是我们有很好的生活，不是有很多令人称羡的资源跟财富、知识，这些东西都不是，而是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而是我们在乎的是谁和我们在一起。接着出埃及记3章13节开始，摩西就问上帝说，他问了一个大哉问，假如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先的上帝派我来你们这里，他们如果问我他叫什么名字啊，我该怎么样回答他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者，我是自有拥有者。你们都听得懂吗？我听不懂我真的从小每次看牧师在读自由拥有，然后我看一下大家，怎么大家都好像看得懂啊？我真的是不太懂我告诉你，我现在呢，为了各位呢，我给大家一个原文直翻，好，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原文直翻是什么？原文直翻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你那个哇，有讲跟没讲一样还是不懂对啊，我是，好像是什么意思啊？就很像是你有一天在家里面接一通电话，有人打来，就喂，你是谁？对方是我好 OK， 那你是谁是我我是，对不对？你会觉得他根本没有回答，对不对？那请问你要自我介绍，是我，你是谁 ？OK， 我是。好，它的原文其实这个是未完成式，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事 ，OK， 未完成式意思是什么？表示上帝过去是，他现在是，他将来也是 ，OK。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继续是，意思就是他将是，他也永远是我们的神，他将来是，也永远是与我们同在，他将来是，也永远是我们生命中的大君王。所以你去看，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呢名字就代表性情。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名字，就是认识他的性情。好，神有很多的名字，举例来说，耶和华尼西是得胜的旌旗 ，OK， 耶和华罗以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拉法是医治你的。所以神的名字呢，它代表神自己，神的话也代表了神自己。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申命记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他称呼神是什么？他称呼神说，住在荆棘中的上主 ，OK， 住在荆棘中的上主。他很清楚认得这一位神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出来呼召他，与他同在，住在泥土当中，住在他最丑陋不堪、最不想给别人碰到的时候的那一位上主是同一位神。当摩西有一天他要去祝福其他人的时候，他去引用的，我不知道你会引用什么。有些人会说耶和华是我的供应，对不对？有些人会说耶和华是我的平安。可是摩西因为跟神有面对面亲自一手亲身的经历之后，他认得这位神是住在荆棘当中的这一位神。这一手的关系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关系，这是摩西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神不断在圣经里面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好，当你听到这种我们的你们的，代表是什么？这是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关系。我们团队当中很多人叫做 Ray， 但是如果有人说哪个 Ray 啊？你的 Ray， 我知道那是我先生。教会里面更多人叫什么 David， 这是一个好名字。可是如果当我们提到 David 怎样 David 怎样的时候，我说哪一位 David？ 他说你们家的 David。 我知道那是我跟 Ray 我们之间的一位好朋友叫做 David，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他们的时候，就是神渴望和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他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
你们的神，这是非常 personal 的。他想要跟我们建立一个亲身一手的关系，不是听牧师讲的那一种，也不是看讲道，或者是你在外面看一些属灵书籍可以看到的东西，而是我自己和神面对面，你在读圣经亲自的亮光，你在敬拜的时候他亲自对你说话的那个一手的关系，亲自的关系，那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那是你自己的经验，那不是透过我讲你就有办法理解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和神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不管在高山或低谷，他都是我们的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到了出埃及记的后段，神就和摩西说，我要你们去那个应许之地。那个应许之地是什么呢？奶蜜之乡。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去，为什么？免得我在途中就把你们给灭绝了。说的话很重哦，因为你们是什么？顽固不化的百姓。我说哇，听到神这样子，会觉得神好像很怕耶。可是你仔细想想，如果今天爸妈非常爱一个小孩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小孩不断的悖逆、抱怨，到最后爸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生气？看到小孩，我在描述我自己哈，我女儿还没有，但看到小孩会想要一拳揍他，让他粘在墙壁上面，很生气。我觉得这可以去形容说，有没有可能他真的会觉得，哇！你们不断的悖逆，不断的忤逆我，拜偶像，各式各样，因为你们顽固不化，所以 OK 没有问题。我本来就已经讲好了，你们要进入应许之地，我早就预备给你们，你们就去吧。但是我不想跟你们一起。你知道当神这样说的时候，摩西他怎么样？他和神有一手的关系，他和神有面对面的关系。摩西他知道神是那位在我们最丑陋、最不堪的时候依然同在陪伴我们那位神，所以摩西他就说，你若不与我们同去，你就不要带我们离开这里。摩西说，不要带我们离开这里，这里是哪里呀？旷野耶，40年的旷野，明明3年可以走出去的，他花40年，我们多想要走出去啊！可能第一代人都已经死了，现在新的人又起来了，我们好不容易已经要进去了，可是如果神你今天不与我同在的话，我们就不要离开这里。我宁可在旷野里面继续挨饿受冻。OK， 不会很挨饿啦，毕竟我们有玛拿。OK， 我宁可在旷野里面继续在这里沙漠里面走，我宁可这样，我也不要到那应许之地，因为他紧抓着神说，神你就是我的应许之地，神你是我最为难的时候，你就在这里，你在这里陪我的那一位。有多少人是这样？有多少人你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在火当中，你觉得不断被燃烧，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你知道耶和华是那位一直保护你到今天，一直坚固你到今天。当你在旷野当中，他也不断的供应你，还有坚固你的脚步的那位神，以至于当真的有好事情的时候，你今天可以紧紧抓着神说，神你才是我的好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福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写在稿上面，我自己是很澎湃，因为你知道 The Hope 已经5年了。当我们从一开始信主，如果到5年的5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早就不是吃奶的婴儿，我们需要去通达一些仁义的道理，我们需要去更吃一些干粮。OK， 我在说这个时候，我都说我女儿现在都已经在吃副食品了，她不是只有喝奶了，我们也可以在更多的成长。我们成长是什么？当我们去了解神才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是抓着神说神给我好处，神祝福我，神帮助我去面对这些困难，而是我们说神，即便我有困难，我有一个平安，是你与我同在。即便我的挑战还没有办法面对，我还没有办法胜过，但是神，我要你，我要你。这是我今天为各位的祷告。我希望每一个人，当我们可以知道说心里坚固，依然相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当时没有神的最好的时刻都比不上我们现在跟神同行最坏的时刻。我即将要结束，我想邀请大家从座位上可以站起来。我们要把镜头拉到耶稣受洗的故事。你知道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中出来，发生什么事？圣灵如鸽子降下，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想象一下，当你看到这样的神迹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讨论了，请问刚刚是打雷吗？那是雷声吗？等一下，刚刚那是神说话吗？刚刚
的是什么声音？他真的是那位弥赛亚吗？然后有一些门徒可能已经在订 pizza，Uber Eats 已经快送到了，因为他们要庆祝这个大日子，就是耶稣受洗的日子。有没有可能每一个人都在想这些一切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相信被圣灵充满很好，可是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这里。因为被圣灵充满是有一个呼召性，有一个方向性的，它是会往前的，它是有一个方向性，它会得着能力的。所以当耶稣受洗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圣灵就催促他去旷野受试探40天。旷野 again， 我讲旷野还有人阿们。旷野又是旷野，旷野就是那个最孤单、最无助、最没有人陪伴、没有人可以分享、没有人懂你的时候。旷野是那个日夜温差很大，晚上会有野兽嚎叫，然后你在害怕受惊当中，你需要一个人度过的时候。有可能你会饥饿，你迷路，你缺乏，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耶稣在这一切的缺乏当中，魔鬼来试探耶稣。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神的话就是他的同在，神的话就是他的同在。我在这次过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些事情，然后我非常的混乱，我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呢，我就自己一个人躲到房间里面，我就开始敬拜。我想要有神同在的感觉，我希望神对我说话，可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我突然发现，喂，我在求什么感觉啊？我干嘛啊？神的话就是他的同在。我打开圣经开始读，每一字每一句扎到我的心里面，他每一句话都在对我说话。我不用几分钟时间打开门，我像一个全新的人。我跟我先生说，我做了一个新的决定。我先生说是非常棒的决定。OK， 我知道如果今天不是神的话，我不可能做那个决定。所以我遇过很多人，他在患难里面一直卡着，没有办法出来。通常我去问你有没有稳定在读圣经，他们通常是没有，他们没有去吃进神的话，没有把真理吃进来去取代谎言。所以常常最基础上的事情，没有去吃神的话，很难胜过。所以我要告诉你，神的同在，它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就是他自己，他今天可以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他可以在上面远远的看着我们，动用这些天使就可以了。可是今天他是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下来拯救他的百姓。你看到摩西上山跟神面对面，你很羡慕他，对不对？先知摩西，我可以到山上跟神面对面，脸上充满荣光。我告诉你，耶稣对不起，摩西他才羡慕我们嘞。摩西羡慕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随时随地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现在就能跟他亲近，我们就能跟他面对面，我们不需要像到山上，我们依然可以和神相交，和神亲近，我们可以跟神对话。所以今天呢，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今天不仅仅是喜爱神的同在，你在患难当中，你要认出他是你的主、你的王的话，神乐意与我们同住。我要宣告，接下来这段经文今天开始要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启示录21章3节，我听见从宝座中传来响亮的声音说：看哪，上帝的居所设立在哪里？设立在人间，还要与人同住。他们也就是你们要成为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你们同在，做你们的上帝。上帝要来做你们的上帝。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在这个困难当中，你觉得你就像是刚刚我说的那个火烧的荆棘一样，你的生命很辛苦，很不容易，不断被火烧，你不知道神在哪里，你感觉很不舒服。我想要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我要来为你祷告，我要来为你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与荆棘同住的那位神，你是那位住在人间的那位神。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你说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有许多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经历许多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们的哀叹，主你都已经听见，也都已经知道，你要亲自保守坚固他们，你要让他们来更多的来呼求你的同在，来吃你的话语，来相信你的真理，而不是谎言。你要帮助他们在接下来这段季节当中，更多的，他不但承认，也要活出你的同在。谢谢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你亲自来看顾我的弟兄跟姐妹，祝福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名求，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Amen。我们接下来会用敬拜来回应神，你需要祷告可以来到台前，我们要来为你们祷告。最后这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要保留给在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有现在你在线上收看的 Hope Nation。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个祷告，就是你要接受耶稣的，但你感受到今天小智牧师的这一篇信息是特别在对你说的，你感觉的神正在叩你的心门说，亲爱的孩子，我很愿意跟你同在，但是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过去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在罪的里面，我们在骄傲的里面，我们与神隔绝，但如今天父对你说，我为你预备了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你上了十字架，他抹去你所有的罪孽，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身上所有的罪，使我们再也不是与神隔绝的。所以现在我想要邀请在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当我数到3的时候，我想要邀请你，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这是耶稣对你的邀请，这是你生命改变的那一刻。从今天开始，这位神就天天与你同在，因为你做了这个祷告。你准备好了吗？当我数到3的时候，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1、2，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3，好不好？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可以看见你。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恭喜你，这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时刻。我看见你了，这边有2个，我看见你了，在后面，我恭喜你，这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一天，好不好？我想要邀请你手继续举着，我们所有人眼睛继续闭着。我想要邀请你跟我祷告，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这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祷告。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家人都一起跟着他们来开口。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如此的爱我，谢谢你如此的爱我。我向你承认我有许多的罪，我向你承认我有许多的罪，我因为犯罪得罪了你，我因为犯罪得罪了你。但现在我愿意但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打开我的心，邀请耶稣基督邀请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的主。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为我的罪而死。我也相信耶稣在3天后从死里复活，我也相信耶稣在3天后从死里复活，赐给我全新的生命。赐给我全新的生命。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一样。我不再一样。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充满盼望。我充满盼望。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Amen, Amen。我们拍手，把掌声给耶稣。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你就不会 miss 掉任何最新的影片。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加入在我们的 Hope 的大家庭，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讲道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你慷慨的给予。